说到北京，你想到的可能大多是吐槽，冬天冷到怀疑人生，夏天热到不想出门，春天的粉尘让鼻炎患者崩溃。但是秋天，离开家很多年，依然觉得世界上再美的风景都比不上北京短暂的秋天。怎样才能不辜负这限时3周温柔的北京呢？在北京出生长大，但老北京绝不是我的日常。部队大院和胡同的生活像是平行宇宙，交集少到我是从英语课文上第一次知道大石烂的发音并不是大栅栏。这些年胡同拆迁变少，改造活化变多，我最喜欢的是这种修旧如旧的改造方式，保留四合院建筑特色，把使用空间变得舒适跟现代化。很多人会来这里喝下午茶和打卡银杏树，但他们家的食物真的非常惊艳，菜单也经常会换新，错过真的很可惜哦。因为一张好看的门票，来到灯市口的老舍故居，这儿现在作为博物馆开放，保留了原始的陈设，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50、60年代典型北京四合院的样子。即使是工作日的下午，这个小院里依然挤满了跟柿子树打卡合照的人。老舍先生到今天仍然是个 influencer。哈哈，喜欢这家对联上的精神状态。在胡同里遛弯，最常遇到的就是小猫。猜在这支视频里一共会出现多少只猫？秋天开始稍微有点凉意，在灯光温暖的咖啡店喝一口奶香浓郁的咖啡，是个无比治愈的时刻。大学时代的好友们，随着环境和生活阶段的改变渐渐流失，但也有特别投缘的人，即使住在不同国家，也会努力保持同频共振。JJJ 带我去的地方总会特别打中我的审美点，我简直想搬进三里河的这家杂志馆，每天对着小河读书看杂志，去小公园遛弯，是我理想中的躺平生活。20年前的南锣鼓巷，10年前的五道营，5年前的杨梅竹斜街，北京的胡同更新已经经历了好几次迭代，正在白塔寺发生的更新似乎比以前更加谨慎，尽量避免让过度的商业化冲淡本地生活气息。在这儿可以看到，更新不只是为了新鲜的能量也在反哺原有的社区。比如这儿很多咖啡店从名字到产品都在契合白塔寺周边的文化，很多带有能够看到白塔的露台，店主在开店的时候就很注重和街坊邻居和睦相处，也尽量不扰民。作为保护单位本身，白塔寺会举行很多文创活动，白塔之夜也成了一票难求的公益活动。走在白塔寺附近的胡同里，仍然会感觉到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，不会有南锣鼓巷那种过度商业化之后面目全非、索然无味的感觉。希望它可以一直延续这样喜新也爱旧的氛围。虽然是下午，但是突然很想吃糖油饼。黑窑厂糖油饼受到了来自老爸的肯定。味道和价格都很感人。老北京漫游的最后一站是砖塔胡同的正阳书局，院子里这座砖塔修建于明代，由青砖砌成，不容易损坏，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。正阳书局所在的院子原来是智化寺的配店，现在这里只卖和北京有关的书跟纪念品。我很喜欢这个稍微有点杂乱的空间，带着北京特有的散漫。
去平房撸串才配得上秋高气爽的雀跃心情。外面是已经有点凛冽的秋风，屋里是满满的烟火气，全民对80、90年代的想念也在这家店里具象化了。在高中的时候一起结伴上厕所的交情，感激今天凑成一桌继续幼稚的八卦。这些年在国外能吃到的中国美食越来越多样，但好吃的烤鸭仍然屈指可数。这次回家，惊喜地发现四季民福竟然开到了家门口。当第一口烤鸭吃进嘴里，那个油香四溢的瞬间，我们西三环的生活品质也是好起来了呢。经常想念的还有铜锅涮肉、一炉炭火、一板手切鲜羊肉、几个麻酱烧饼、一扎酸梅汤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北京粗犷的那一面的食物吗？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，除了表亲以外，和我在一座楼一起长大的3个女孩是最接近亲姐妹的存在。我们在楼下的小花园疯玩的时候，幻想长大了能同住在一个房子里一起做饭的场景。现实成长没有我们想象的简单，但偶尔可以在小酒馆一起喝一杯，互相吐槽揭短，不需要铺垫和客套，这样知根知底的发小是最珍惜的奢侈品。作为北京都市生活的担当，三里屯地区有各种潮点餐厅前仆后继，常去常新。在湾区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同事珊娜，疫情期间搬回了北京，之后看她工作之余跑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但社交媒体上开挂的人生背后，她也有自己的焦虑。不过她有着北京女孩典型的乐观和爽快，不会为什么事儿烦恼太久，剩下的精力就放在吃喝玩乐上才是正解。和朋友约会在东边比较多，和家人相聚基本上是在西边。姥爷是江苏人，我从小也喜欢吃东坡肉和响油鳝糊之类的食物，他们是剪纸人的魔鬼，贴秋膘的天使。希望有一天能去苏北看一看姥爷的故乡。当看到很多人说北京是美食荒漠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说出那英老师的那句名言，这简直是危言耸听。在物流如此发达的今天，8代菜系在北京都是一片腿的事儿。对广东人来说，北京的粤菜肯定不是最好，但我还听别人说连香港都没有好吃的粤菜。嗨，做人最紧要的是自己吃得开心。最后一家贴秋膘的好去处是肥福排档，模拟岭南夜市的氛围，据说食材大多是从广东直运。和爸爸妈妈来尝尝鲜，吃什么真的不重要，一家人齐齐整整最重要。北京的秋天还适合压马路，回到校园，逛逛公园，以及以咖啡之名好好虚度时光。视频里一共出现了7只猫，你猜对了吗？下次再见喽。I was only a blossom, funny me nice song.